谁肤浅？自古今不變，沒法沒心沒有，不易發算天。像片瞬間已不顧一切摧毀，你往世，誰又要話戰還戰，亦發上數崩潰。滅生死途靈魂，盡數天倫，欲借今生看前塵沒血卻見冰人用清水破逐塵，留下烙印。我睇出生添血痕無常，愛被困。Dr. Taylor， Amelia， 小子，医学院研究小组确认了僵尸属于一种传播性的病毒，他们已经加紧研发抗病毒的药物。那你这次叫我们来的任务是？抗病毒药物里面，其中一种主要成分叫 BR48。这种物质溶在水里，发出蓝色的光。有了这种物质，就能够制造抗僵尸病毒的药。目前 BR48在地球上已经绝迹了。根据分析，在几百年前的欧洲某个地方，曾经储存过大量的 BR48。我们已经制造了一个虫洞，能够直接通往几百年前这个地方。你们这次的任务是要穿越时空，回到几百年前的世界，把 BR48带回来。你们找到之后，再从这个虫洞出口回来，不过有一定的危险性。Dr. Taylor， 放心。我们一定会把 BR48带回来。没错，我一定会保护 Amelia， 不会让任何意外发生。好，你们拿出之前我交给你们的戒指。当你们完成任务之后，就可以用戒指来重新开启虫洞。而万一失散的话，也可以靠它来感应对方。这次的任务就靠你们了，一切小心。
Individual Law 03，我是 Emilia， 我跟 Sheldon 已经成功进入虫洞，燃料和氧气依然充足，但是虫洞里面根本看不到哪里是尽头，我们没办法确定还要航行多久，更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到达目的地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，一定要找到解药，否则的话，世界就会毁灭。我跟林峰之间之所以有感应，是因为我跟他都是未来人。我们穿越虫洞的时候，遇到时空风暴，我们的飞船失事，之后我们两个都失忆，还去错了另一个时空。所以你们都认不出对方。那林峰知不知道这件事？他应该不知道。你是不是觉得难以置信啊？那漂泊的荷兰人又是谁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他应该也是 Dr. Tyler 的人。我猜他是 Dr. Tyler 派来找我跟林峰的。为什么他好像不认得你，而且行踪很飘忽？其实我想，他应该已经来了一段时间，还认识了一个女僵尸。当他走的时候，也像我们这样遇到时空风暴，结果就困在虫洞里面，永远出不来，只能靠投射影像去不同的地方。照你这么说，要是找到 BR48的物质，你就可以变回做普通人了。会不会就是之前治好过你的泉水？应该是。但是泉水干涸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之前你曾经买过一个晶石给我？卖这个晶石给我们的那个老婆婆说，把晶石放在水里面，就会有很美的蓝色。BL48这种物质一接触到水，就会变成蓝色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晶石里面可能有 BR48。你真的来自未来？飞船失事，时空穿梭，是不是真的？听起来真的好像很科幻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也就是人之所以变成僵尸，是因为中了一种病毒。那换句话说，僵尸是一个病人，就好像病人染上埃博拉病毒或者艾滋病，不同的病毒会有不同的病征。染上僵尸病毒的病人，他的外表会变成僵尸一样，以吸血为生，而他的能力会比普通人大很多。就是说僵尸会咬人，其实是为了要散播病毒。所以你就来这里找解药去救未来。那解药呢？这个晶石里面蕴含一种物质，可以拿来研制疫苗，对抗僵尸病毒。也就是说，僵尸有救了。我之前曾经拿去提炼，但是以目前的科技，根本没办法把物质分解出来。唯一解决的办法，就是阿蒙带晶石回去未来，
利用未来的科技来研制解药。只要能够研制出解药，不只可以救到未来，我还可以带解药回来救瑶瑶和其他僵尸。那到时候，我就可以正式封刀，不用再杀僵尸了。那怎么都要去一趟了？师傅啊，你会不会跟萌姐去未来啊？会。我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她。也就是说，你们现在要去找那个虫洞，然后回到未来。不过走之前，我一定要先找到林峰。什么？林峰？你不是也想带他去吧？不行啊！可不是，带着他不就是带个定时炸弹在身边？其实林峰之所以做这么多事，只不过是为了生存。要是他知道自己有机会做回正常人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跟我回去。我上去看看。僵尸是一种病毒，有药可以治。哈，那你跟瑶瑶就是有救了。是啊，奶奶，只要把那种物质带回未来提炼，就能够对抗僵尸病毒。实在太好了，实在太好了。但是我明天要去荷兰，回到未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。明天这么快？应该的，早一天去，就早一天拿到解药回来。不过你自己要小心保重。你也是啊，奶奶。我要精精神神、健健康康，等你拿到解药回来，到时候我跟你还有瑶瑶，要跟以前那样一起开开心心吃饭。奶奶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怎么哭了？你应该开心才对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想我很早就死了。我还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僵尸，到处流浪漂泊。奶奶，你不只救了我的命，你还给了我一个家。是你让我知道什么叫人间温情，什么叫快乐，什么叫幸福。因为你，我这几十年才没有白过。奶奶从来没有后悔救了你，我们的将来就全靠你了。奶奶，我明天就走了。
我来不及跟瑶瑶说了。要是你看到他，你帮我跟他说，不管隔多久，隔多远，她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妹妹。我跟瑶瑶一定会等你回来。那老朋友，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功夫交给你2个徒弟了，他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，行侠仗义。师傅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没跟你学，我会等你跟萌姐回来。你走的这段期间，放心，随意门交给我们。啊，对呀，我应该把随意门交给你们哪个好呢？当然交给我了，我是随意门的大师兄嘛。哎，等等，你又说错了，我是大师兄。不是，你离开过随意门。看来我还有件事没解决。请指教，液体藏花。呀！师傅，你是我们？不是清楚，怎么向你们师傅交代啊？记住，功夫是学无止境。我们随意门的精神，不是要做宇宙最强，是要锄强扶弱，愈强越强。知道，师傅。怎么站在这儿？我有叫你们停吗？继续啊！是。看看，比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朝气。随意门有他们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个传说的真相。我们打算回未来，提炼这个晶石里面的物质，制造解药，消灭僵尸病毒。那你们怎么回到未来？阿蒙在梦里看到太空舱失事前的坐标显示。对，我们查到虫洞的入口，原来就是原本有泉水的地方。希望你们成功，也找到自己的幸福。谢谢你，三妮亚。保重。Gave my life, my everything. You were my reason why, and you were true to me. And 到了2115年，这么美的景色就已经没有了。在我的年代，人类有能力回到过去，就有本事改变未来。我们应该有信心。认不认得这里啊？我们约过2次在这儿见面，第1次是我失约，第2次你没有出现，结果没一次约得成啊。我当然记得了，我有本小气簿嘛，把你的坏事写下来。对呀，哈哈哈哈。
等了你很久了。凌风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记得所有事情了。我跟你有很特别的身份，我跟你说，未来人嘛，有多特别？你也知道了。在我吸你血那一刹那，我已经恢复记忆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你还要阻止我们？我找到Dr. Tyler要的物质了，只要能带回去未来，一切都可以改变。你想回去，但是我不想。僵尸有什么不好？如果让你回到未来，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僵尸，有我在，就不会让这件事发生。快进去！自不量力！瑶瑶，你有没有事？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想为你跟阿星做点事。你怎么这么傻？快救瑶瑶！星活着，你一定要来找我，我等你。活着，就算我死，你也跑不掉。哎呀！是不是他们？闪失，就是
就是他们。带他们回去。是。何年先生，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啊？好，请问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庞杰，他为什么从来都不来签名会啊？连作者简介也没有他，他为什么这么神秘？庞杰呢，其实是一个很低调的人。虽然他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以后不会回来了，但是他永远都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。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写成这本《功夫僵尸不死人》。谢谢。你也玩功夫啊？是啊，你可不可以帮庞杰签名啊？其实我每一个签名呢，里面也包含着庞杰在内。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在树上飞舞，而庞杰就坐在一片云上面。只要有自由，他就会在。谢谢。今天演讲的主题呢，就是灵异与科学。我要分享的灵异故事也不少，但是当中呢，有很多都可以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。所以呢，如果有时候我们看到鬼怪，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未来影像传送的科技，又或者加上我们的无知，才会将它联系到灵异的事物。至于僵尸，在我的认知中，它们并不是一种可怕的怪物，而是一种中了病毒的病人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挺可怜的。那这枚戒指呢，正是属于一个僵尸的戒指。它来自未来，它有记忆的功能，会储存它主人看到的影像。可惜它已经损坏了，失去了它的功能。哎，这位同学，老师，最近我看的这本书呢很火的，是说关于僵尸和不死人的。不知道你对僵尸和不死人又有什么看法呢？这本书呢，有90%是真的。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里面的主角全都是我的朋友，包括不死人。哎，那么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不死人？有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啊，真的？哎，如果僵尸可以用病毒来解释的话，那不死人呢？不死人啊，不死人永远都是一个谜。干炒牛河、凤爪排骨饭，还有肉酱意粉和焗猪排饭、沙爹牛肉汤米，完蛋了！今天这么多选择，那选什么好啊？先生，你想好了没有？后面很多人排队。不好意思，或者先让后面好。2个沙爹牛肉汤米，谢谢。好的。简医生，吃饭啊？下次想不出吃什么呢？选最便宜的那个吗？对呀，哎，2个沙爹牛肉汤米，我的。怎么样？做了2个月实习法医，习不习惯？哎，上次那件案子呢，我觉得死者应该是被人打晕，然后再捅死的。不过呢，
我实在分不出次序，所以就在报告上面写了他是被人打晕致死的。哎，师傅，你说如果每一具尸体都会说话，告诉我呢，他是怎么死的，那该有多好！嘿嘿嘿。每具尸体都会说话，这个世界不是不用法医？不是啊，师傅。听说之前那个女法医蓝梦楠很厉害，她那招什么意志灵啊，只要点一点尸体吗？哇，整件案子的来龙去脉她都知道，没什么能难倒她。说实在的，是不是真的这么灵验啊？意志灵是吧？啊，我也会。教我啊，师傅。哇，你真滑头啊！今晚约了女生去隔壁街的牛排餐厅吃饭。哦，你怎么会知道了，师傅？你真会意志灵啊！你平时邋邋遢遢，头也不梳，今天用发蜡抓头，而且分条这么有品味的中间件，喷上古龙水，还要买了一看就知道新买而超额的领结，人人都知道你今晚有重要活动要去了。刚才呢，你拿钱包出来的时候啊，调出2张牛排餐厅的优惠券。哎呀，谢谢。要不是我帮你捡起来，今晚吃个屁啊！找真相呢，不是靠手指啊，是靠眼睛。哦，只要你看得够细，够深入，再难看穿的真相，也会让你看穿。这边呢，还有啊，做法医呢，很难找到女朋友的。所以找到的话呢，好好珍惜啊！知道了，钱医生。不好意思，我想来学习的。识货，我们呢，灵社随意门是最有创新思维的，把灵无灵和随意门合二为一，不只有灵异占卜术学，还有拳脚功夫学。小哥，贵姓啊？我叫范兆贤，你也可以叫我阿贤。范先生，那你想学哪样呢？2样都想学。哦，那我先带你去见我们武功高强的师傅啊。长头发那位呢，就是何年师傅了，他是随意门的第1大师兄，他的格言呢，就是天下功夫，唯快不破。马步站稳。那戴眼镜那位呢，就是简廷思师傅了，他也是第1代大师兄，他最厉害的呢，就是静观其变，后发先至。那请问他们2个哪个才是真正的大师兄呢？这方面呢，我看永远都没人知道。不过他们教的呢，全都是随意门的真功夫。邹先生，叫我阿贤。这样啊，阿贤啊，你想什么时候上课呢？哈？那灵异术又是什么人教呢？灵异术，进来再说。好。教你灵异术的当然就是我，邱灵梅大师。那学些什么呢？塔罗星盘、掌纹风水、如恩石、紫微斗数、捉鬼杀僵尸，你说得出来，我都能教你。大师，看你的肚子就快生了，你还有时间上课吗？所以我这里还有2个灵异顾问了，想不想见呢？好。大小顾问出来见客。妈咪，我今天打死了10个僵尸啊！哇，这么小就这么厉害？你看，
何日又拿妈咪的手机来玩？哦，打游戏机呀！啊，你可别小看我儿子，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呢，已经跟我还有他干爹一起威震妇产中心了。老公，对不对啊？那当然。哎，知不知道什么叫超声波？就是照胎儿是男是女的仪器喽。想当年呢，我老婆去医院照超声波，医生说一定是女儿，他还说准确度达到95%。而我老婆还有她干爹，一起用紫微斗数和面相学来查呢，说一定是儿子。结果是他们赢了。哎，又何止是他？我现在肚子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。当然不能开玩笑了，大嫂，名字都取好了，何年何月啊，何日啊，肚子里那个叫何时啊，你们取名字真容易呀。再来是何分何秒何必何方何地。哎，到我了没有？哎，对，隆重介绍我们的最高顾问蓝黄紫红龙婆算什么？不如听听我们红婆的威风史吧。也没什么。当年我救过一个女僵尸，还跟她一起生活了几10年。这个女僵尸还认了我做奶奶。之后，这个女僵尸孙女儿跟一个500多岁的不死人谈恋爱，结果我就多了一个不死人的孙女婿。哇，那你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死人跟僵尸啊？当然有啦。那你们个个都见过？见过。哇，那什么时候有机会带我去见他们？如果你真的想见不死人跟僵尸的话，行，先看看这本书吧。好久没见了。过了这么久，你们姐妹是不是还叫什么蓝梦楠、蓝梦瑶啊？这么土的名字？那你呢？你这么喜欢改名，你现在叫邢什么？之前你是叫邢活着，那不如现在叫邢执着。这个建议还不错，不过我现在的名字厉害了，叫邢然行。那你的业务业关了没有？关。我那间可是100年老店，已经进了全球10大食府之一。哇，你们不是不知道吧？这么厉害，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啊？邢然行。来，现在。等一下。喂，嗨！大家同埋拜觀眾 please help。披上吧。谢谢，我叫蓝梦楠，我是法医，你呢？叫绿风车。纽扣不见了。等了100年，该缝上纽扣了。
居然让你找到。難道天空海闊，沒寸土容納心聲，為着等你回應，全城亦要為我安靜。難道天邊海角，沒處可逃避黑影，敢跨過懸崖絕嶺，以生命成就愛情。細節已冰封，錯對沒法説清，既是前生注定，願陪伴着你身影，迷路中可找到引領，漆黑也會有聲，一生都冷靜，直到失去耐性，急促心跳聲，睡去的都要甦醒。難道天空海闊，沒寸土容納心聲，為着等你回應，全城亦要為我安靜。難道天邊海角，沒處可逃避黑影，想起你明明在笑，我總是紅着眼睛。難道天空海闊，沒寸土容納心聲，為着等你回應，全城沒有別個比我堅定。難道